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今天要做的科目是来测这一颗香港来的230G1的4缸分油盘。这颗分油盘我们看上面大哥有检修过的日期是今年2019年的4月20号有检测过的。他今天又寄过来，说请张大哥再检测，因为他这个问题是车子吃不到油。那大哥刚刚有，送过电门之后呢，我发现说它的压力差，它的拆压拔，我们再把电源打开，这个压力差太小了。判断大概应该是，拆压阀堵住了应该是这个拆压阀堵住了应该不是分油盘本身的问题。那，我们来测一下它的流量，因为大哥发现说它这个比它这个压力差的话，这个流量是绝对不足的。大哥这还没有检测之前，我来判断应该是它的。拆压阀堵住了我们现在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我打开电源了。我打开电源了我们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感觉上都没出油，没错完全都没出油，大哥已经在全油门打开了，这个完全都没出油，有一点点。我们来看1分钟它到底出多少？因为这个既然大哥检修过的话，理论上不应该在短期之内就造成这么严重的堵塞。那因为它有换过拆压阀可能这拆压阀的问题吧。OK。好，时间到，我们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我几乎都没出油。1分钟出油，这整个车子是绝对发不动的。OK， 好，等大哥检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做个测试。大哥已经把这颗230G1的4缸分油盘的拆压阀我把它拆下来了。那我们来看这个拆压阀，其实它这边有个滤网，我这样仔细看这边有个滤网，这里是进，这里是出。那进的地方这边有个滤网我们这样可能看得不太清楚，这边有个滤网。那大哥发现它这个拆压阀堵住了，那我试着用空气枪来想办法来通这2个通气孔里面，要把这个滤网把它通干净。那我们看这里有颗螺丝有个可以调整的螺丝螺丝在这个地方螺丝在这个地方。那这个螺丝呢，它是可以调整这个拆压阀的压力差。那问题是说，我刚刚试过以后，用空气枪打过这2个孔，但是它压力差并没有办法调出来，所以说这个压力差是这拆压阀已经堵死了所以这个拆压阀必须要更换这个是它原来刚刚他付过来的这个拆压阀。那大哥只好呢再找一颗拆压阀来把这颗分油盘把它的那个供油让它恢复正常。我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看，这拆压阀其实是可以调的，但是我建议，因为大哥有练过这个
没有机台，绝对不要来动这个东西。你一动的话，因为它相当敏感，你动个15度、20度，它整个压力差都跑掉了。所以这个东西，今天如果没有设备，绝对不要来动它。好，你可以试着从这里打空气，把它打通啊，试着让它打通，让它堵塞，把堵塞物打出来。但是绝对不要来动它，因为你一动它，你没有机台、没有设备，绝对调不出来的。你可能会把这个插压把它毁掉了。那你能做的就是把这两个用空气枪把这两个孔啊，想办法把它打干净啊。这是一个可以做的办法。好，那大哥再换一个插压把，然后呢想办法把这颗喷油盘。我们一直没看到它的编号。我们来看看它的编号是，大哥现在看不太清楚，等一下要补照片补照片再让大家来看清楚这个插压把的编号。OK， 好，大哥换完插压把之后，我们再来做测试。这颗编号我们刚刚没有注意看啊，这个编号是32834啊。这个喷油盘大哥有曾经做过它的测试记录，数据是很漂亮的。那我现在已经换上了那个另外一颗插压阀那它的这个压力差都已经在正常的范围了。那但是呢，目前我们做的是小油门的流量测试，但是大哥现在发现说，他目前小油门在做的测试当中，哇，我们看它这个数据是很糟糕的1、2、3、4缸是很糟糕的。大油门我们再来做一次它的大油门，表示说这颗喷油盘是被污染了也造成了这个插压阀完全堵死。那小油门这个数据就很糟糕，这个代数绝对是不稳定的那我先把它关掉，我们再来做一个全油门的记录。我们现在来做这颗编号32834的这颗喷油盘。刚刚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小油门的数据很糟糕。那我们现在来做大油门的1分钟流量测试。好，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1分钟，开始。因为这颗喷油盘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大哥有做过测试，它整个大小油门的测试数据都非常漂亮。但是为什么这次一回来之后呢？插压阀也堵死了，那这个喷油盘呢也被污染了，这个问题就蛮困扰的。因为今天假如说大哥再把它整修好以后呢，那是不是又回装到车上它又堵住了？那这样的话就一直在循环下去，就没完没了了。一般来讲，滤芯是必须，汽油滤芯必须更换，但是短时间也不应该这么严重啊。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大油门的数据都还好，大油门的数据都还好。只是说，这个喷油盘用在G Class 上面的话，它1分钟的全油门一定要在170现在是在标准的插压阀的这个压力差的时候是150，这当然是我们从压力差可以把它调出来，只是说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个小油门的这个误差这么大，那这么大的话，代表这个喷油盘被污染了因为这颗是今年4月20号，2019 4月20号，大哥有做过的测试，而且数据我们可以回头去看到的测试资料是很漂亮的。
但是目前大哥碰到的就是，分摇盘被污染了柴油阀换新也没有用。虽然我可以把这个流量把它调到170，但是它高低不齐的这个状况就没办法解了，就一定要清洗了等大哥整修以后，把这个分油盘清理过之后，我们再来做个测试。现在大哥换上另外一颗柴油阀，我们来看看这个柴油阀是大哥校正过完整的标准的油量的柴油阀。我们现在把它装上去之后呢，因为这颗分油盘刚刚大哥把它拆下来整修了。它整修之后呢，因为它被污染那出油量刚刚有看到，这数据非常不漂亮因为原来那个拆压阀呢，它已经堵得太严重了，那我现在只好再换一颗上去。那我们再来做流量测试，看这个数据是不是达到我们的要求。好，大哥现在把这个换上去的拆压阀装上去了。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由于这个分油盘大哥最近碰到很多整修好的分油盘呢，不久又回来了。后来在检测的结果呢是分油盘被污染。那当然这个是从油箱那边过来的。老车尤其30年的油箱可能会比我们30年的老公寓的水塔污染的更严重。加上我们这个是喷射系统的供油，整个油路细的地方比头发稍微粗一点，所以说很容易就被油箱污染了。这个分油盘就是一个例子。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压力差都已经在合理的范围。我们来看看。好，时间到了，我们来看看这次的测试结果是什么样的状况。第一缸在160，第二缸170，第三缸173，第四缸也是173。这个都在15%的误差范围。这样目视看下来，应该在3%左右。那我们接着再来做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接着我们再来做这颗230G1 编号32834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我们来做一个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大哥最近很困扰的就是，碰到很多整修好的分油盘，然后又回来，又发生问题，又回来了，就是被2次污染那分油盘也是被污染的一个东西之一。还有像插压阀今天这次的这个插压阀就被堵得相当严重那完全都调不出来了。因为插压阀我们刚才看到里面还有个滤网，那这个滤网的话，如果很不幸的，如果堵塞太严重，大哥也没办法把它清出来除了用空气枪打气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这个插压阀就只好更换掉了。这一颗分油盘呢，大哥更换另外一颗分油盘插压阀之后，分油盘又经过2次的整修我们来看看，刚刚已经有达到我们系统压力那个系统供油在170的要求
原来呢它的供油，我们有看到几乎没有出油，可能说每一缸只在20-30ml左右。这个原因呢，当然是柴压阀最重要的是被堵到了，没有压力差，再来喷油盘也被二次污染，所以必须要再整修。所以在这一点的话，汽油的回流量这个问题就变成相当重要。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老车油箱是个很重要的污染源。除了汽油滤芯一定要更换以外，油箱如果能够清是最好，不能清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冒这个风险。因为这个测试时间相当长那我影片只要从这边切断之后呢，等时间到了，我们再来做看它的测试。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32834的宾士 G230G1 的4缸分油盘，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分油盘经过整修之后因为已经算第2次整修了，2次整修之后呢，它数据终于回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要求。我们来看看目前它的测试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好，时间到了，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190，第2缸185，第3缸170，第4缸18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这次的误差范围大概在5%左右，是符合厂方的要求的。大哥在这边还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说柴压阀跟喷油盘，它们两个是必须要配对校正的。我们常常会忽略掉说，我今天拿另外一个柴压阀来更换这颗，来配合这颗喷油盘，其实这样是很冒险的一件事。因为呢，在新车在出厂之前，其实喷油盘跟柴压阀它是有经过校正过、配对校正过的。整个喷油盘的组装之后的整个流量测试，就像大哥刚刚所做的这个流量测试，也是经过测试校正合格之后，才会跟整个引擎结合，然后再做一个马力的测试。所以说，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有。也就是说，分油盘跟柴压阀它们两个是一体的。以后在使用的时候，千万不要拆开，因为大哥已经在机台上面已经校正过他们的那个出油量，所以说这一点我是又苦口婆心的在跟各位在强调，希望尤其是在更换柴压阀之后，我今天柴压阀漏油，那这个柴压阀漏油的话，我必须要更换。我们当然知道它很贵，一个新品绝对破万了如果说二手的旧品也要4000。今天如果说因为它漏油，之后呢，我又换了一个柴压阀，事实上他们两者之间是需要再经过校正的。也就是说，这是其实来讲说还是冒着一点风险。虽然说我们的柴压阀不漏油了，但是呢，他们两个之间的出油量没有经过校正，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好，今天大哥的介绍到此结束了。